接下來我們要來趕快看到是中國大陸跟日本近期是狂拋售美債哦，尤其呢對於美債的購買，大陸的部分已經創下了18年的新低。同時也在去美元化正在加速當中，怎麼回事呢？另外，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國內部的問題，尤其是在夏季的消費季要大降溫。現在專家也說，美國正式進入所謂的 K 型經濟會持續的擴大，同時會陷入內需的失速跟債務危機當中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是因為呢，美國的這個經濟的危機在夏季現在有可能擴大，而且 K 型社會正在逼近。來自於專家的說法，原因是因為呢，川普現在持續的推，也最高金額達到1660億美元的這個關稅退稅，確實是有把這些關稅退給一些企業跟消費者，被視為史上最大的一個刺激政策，金額是最多的。但是呢，現在一直在施行之下，可以看到效果正在逐漸的消退當中。來自於多位經濟學家跟零售高層，他們都示警了。雖然說拿到了這些錢，但是這個刺激效果現在看起來已經明顯的在降溫，消費動能他們特別提到了，在夏季的時候降幅會是最為明顯，而且是立刻放緩的。確實，我們來看到美國第3季的 GDP 有所下降，從這個已經來到了2.1%，是遠低於前一季的2.6%的降溫訊號，現在說逐漸的浮現出來了。而且呢，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來自於路透社報道，有關於美國低收的入戶的這些人口，來自於你看紐約的這個聯準銀行的研究指出，低收的人口跟低教育跟育幼家庭，他們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糧食不安全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在美國的部分呢，我們看到這些富者，他們靠着這些股市啊，資產不斷的擴大當中，但是這一些低收的人口，他们卻面臨連食物都沒得吃的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困境。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消費者信心在5月份可以看到已經出現了数字統計是大幅下滑，而且有70%民眾現在是在縮減開支當中的。尤其看到油價的部分受到的影響非常的大。2月底俄烏戰爭爆發前，全美汽油價格約是每加侖2.98美元，5月份已經來到了大部分是落在4.5美元以上。民眾對於未來的就業市場前景也非常的悲觀，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示認為說工作機會是不充足的，認為工作機會充足的比例只有25%，這個數字還是3年以來的最低水準。民眾過得苦哈哈。另外一頭，我们來看到的是政治與現實出現了強烈的反差，尤其是川普政府在這邊白宮哦，即將就是川普的生日了，他在此刻呢規劃他的80歲的生日，要在白宮舉辦 UFC 的格鬥賽來慶生，現在預估出來了，花費會達到6000萬美元，換算新台幣是19億的新台幣哦，引爆了外界質疑有沒有必要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來看到這位是諾貝爾的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他就痛批了川普，並且他也拿普丁來做比喻。他說：“我們知道普丁用數十億財富自肥，但他並沒有直接從國庫拿走。但是他說呢，川普是直接最明顯腐敗的一個領袖，也不演了，直接就讓民眾看出來。節目一開始要請教聶老師怎麼看？尤其是這個夏季消費會不會失速？因為這些專家是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示警，還有美國 K 型化的社會是否導致明顯的階級跟生活分裂，聶老師怎麼看？好，先講一下，去年7月9日6月14號，這個你知道這個 One Man Show 啊，這個川普他喜歡秀，就開始來一個大遊行，就大家就散步這樣，他在秀他的這個 muscle， 覺得他們的軍事實力夠強。這川普要表演，那他今年80歲了，大概他又要秀了，很快他的生日要到了。現在我要特別先在引用這個 Krugman 這個人講的話。Krugman 是誰？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請去爬文一下。2008年唯一一個人得獎，很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2、3個人得的，他是一個人得。他為什麼會得？是在金融海嘯，他預估到很多事情。當然預估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虛了，我先不講這個，講 Krugman 當時覺得要解救啊金融海嘯，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刺激內需。刺激內需這是什麼？這就是凱恩斯所講，他是凱恩斯的忠實信徒，因此2008年金融海嘯得諾貝爾獎 Krugman， 他有指標作用。他今天講了，他是最明顯腐敗的領袖。為什麼？你完全破壞了經濟學基石，我們學經濟都知道供需平衡。你有商人利益，商業跟經濟不完全 match 哦。經濟是基礎，商業是在base在經濟上所做的行為。
我講不好，你就以利益走他自己想要的東西，這違背了經濟學基石，因此他痛罵是最腐敗的領袖，所以他搞亂了很多金融市場的東西，包括你看你這樣移動，你感覺好像要把美國做偉大 ，GDP 越弄越糟，2.6到2.1，好了也就算了，因為所謂的 GDP 的數字也不是多重要，因為它是 business cycle 嘛，我們叫做景氣循環，總會回來，總會下去。我現在重點講，我剛剛講到 K 型，這個 K 型在台灣也發生，這是非常明顯而且很嚴重的哦。K 型什麼意思啊？我們再強調一次，在這個科普，K 往上的就是現在 nowadays 最夯的科技 AI 科技，只要走上这條的都大賺財富，股市大增，你有錢了，財富有錢。可是另外一端，我跟你講，美國中西部很多農民啊，他並沒有那麼懂科技，他也不知道去追這個浪潮，他就是這一端，也就是他開始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財富縮水。那剛好川普就把世界搞亂，通膨上升。那你知道我們所有東西都應該要這個物價平整，所以你如果是實質財富，它更縮水，那這個慘了。我跟你講，這時候農民你知道，他好像感覺他生活有便利一些，因為很多的 AI 的 gadget 出現，對不對？他想 AI 科技的生活便利，可是他們現在慢慢會忍什麼財富縮水的經濟苦楚。我覺得現在我們講川普帶進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因此我覺得不久將來了，川普如果還繼續下去，我覺得他也就是剛剛講的，民眾會越來越不能接受他的做法，即便是原來你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要保護主義，要保護我們，要讓我們更好的接人，原來這麼喜歡，甚至他的粉絲可能都會跑掉了。因此，我覺得你說期中選舉就要到了，到底會怎麼樣？如果還是這樣子走下去，他機會應該不大了。好，那同樣的問題，李將軍有怎麼看？美國川普去年提出所謂的大而美法案，開始實施退稅，那平均退稅的金額是$3500美金，可是這$3500美金是平均，不是說每個人都有。可是如果說這個收入比較高的前1/3，它的金額大概獲得所有退稅的13%這麼多，是比較多的。那後半段的这種後半段的1/3，它平均退稅只有退稅金額的6%，很明顯嘛，就是說，因為我當初就是因為我的收入比較高，那我收入比較多哈，所以當然我退的錢就會比較多。那我收入比較少，我當然退的金額比較少。所以說，對於生活在這個中下階層的這些民眾來講的話，這些退稅的金額對他來講並不是很高的。那這是第一個哈。所以為什麼會有 K 型化，也就是如此。當然我有錢，我不在乎這個，那我拿這個錢會幹什麼？我退稅錢，我去買股票啊。對不對？我股票以後，那最近這段時間股票大漲，他收入更多哈。那當然窮苦人家來講，他退稅的金額就本來就比較少，那他為了應付生活來講的話，他必須就要支出。我們再看第二個，我們看支出來講的話，美國事實上，今年這一年，尤其從年初到現在，其實從去年，因為它的關稅法案就造成國內的通貨的膨脹，因為大家很清楚嘛，就是所有關稅事實上最後都是回歸到美國自己消費者的身上，那稅率當然會增加，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因為伊朗戰爭的爆發，讓油價的暴漲。我舉一個很具體的數據跟各位講，美國我們總是要吃嘛，食物是最基本的。光食物來講的話，美國食品的這種通膨稅率就已經到達多少？已經到達6.1%哈，已經到達2.9%那麼多。那蔬菜水果是6.1%，為什麼蔬菜水果會特別多，比食品還多呢？因為水果一定是新鮮要送的，對，就我今天採地產了以後，我一定是這個在運送的過程之中，我一定要最快速度送到哈。那有些食物來講，譬如說米啊、麵粉啊這一類來講，它可能還可以這個放一段時間。那新鮮東西一定要立刻就送。那為什麼新鮮東西反而會比較漲比較高？因為牽涉到油的問題，你這個油價就上漲了嘛。尤其是最多這些通膨脹倒不是說是零售商他要去漲價，而是因為它運輸的過程，將這食物從產地送到消費者手上，這段運輸的過程之中才有的漲價，那逼得包括食品就漲了2.9%，蔬菜就漲了6.0%。所以說對於消費者來講，當初你發的那些退稅錢，我很快的慢慢就用完了。第二個就是美國來講，消費的習慣，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話叫做早買早享受，這個晚買享折扣哈。這個當然美國人他沒有什麼儲蓄的習慣，所以一旦這個通貨膨脹，一遇到通貨膨脹或者是這個油價上漲來講的話，對他來講生活馬上就會面臨很大的負擔，因為他之前沒有別的儲蓄。那如果靠這個原來退稅的這些金額，很快這些退稅的紅利很快就這個
用完了哈。那在這種，所以我認為說是夏季的消費慢慢就會失溫。那美國的 GDP 往往都是靠民眾家庭去消費，你才有這個 GDP。當民眾消費力減弱來講的話，當然美國的 GDP 也會跟着下降。好，我们剛剛看到的是前半段是這個美國自己內部的經濟狀況，還有整體的這個消費狀況，預計在今年夏天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放緩的趨勢哦。對於經濟的重擊，接下來還要再做持續的觀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把這格局再放大，因為呢，其實整體看哦，美國的赤字一直在不斷的放大當中。尤其剛剛我們上一段談到的是說，美國現在正在退稅嘛，退稅一部分又增加了美國的赤字。而現在美國面臨的問題就是它的國債本來就已經很高了，39兆美元，還要加上呢，每一年竟然這個利息高達了1兆美元，財政現在壓力非常非常的大之際呢，美國想要賣它的美債，但是我們看到這些重要的重點國家買美債的重點國家都開始拋售美債。首先看到的是日本，日本減持的美債資金477億美元，再來中國大陸降到了6523億美元，這個數字其實是2008年以來最低了。而其實從去年初開始，大陸持有的美債就已經暴減幅度高達了14%。現在要擔心的事情還有1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升破了4.61%，一旦突破了5%，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了。那光是3月份外資單月持減美債金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難道現在這些國家也不再信任美債了？美國霸權受到影響嗎？賴老師怎麼解讀？當然受影響。巴菲特都提出警告了。巴菲特都認為美元很有可能會崩解啊，所以事實上各國都在做這種避險啊，尤其是大國。你想，中國大陸一個經濟體這麼大，人口數這麼的多啊，而且它的這個海外資產已經超過日本，這個對日本來講衝擊很大。日本的日幣成為避險貨幣都已經地位都動搖了，因為當中國的海外資產超過日本的時候，日本在過去它的日幣可以成為一個避險的這樣的一種地位，它本身就開始往外動搖的情形下，你想日幣一直在貶值，日幣怎麼去挽救它的貶值？當然它必須要介入它的錢從哪裡來？從美國這邊來，那從美國這邊來，當然就開始在拋售美債。可是拋售到美國受不了了，所以您看到，當貝森特要去北京啊，去跟川普會合啊，去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他先到日本一趟。到日本一趟，他的目的在哪裡？就是告訴日本不要再賣了，你再賣我也受不了了。所以很明顯的就是，事實上對日本來講，他要救日幣，他要賣要在賣美國政府的公債。中國大陸是有計劃、有節奏的，一直在穩定的賣掉美國政府的公債，原因在哪裡？原因就是這是一本賬嘛，這本賬美國事實上政府破產的可能性很高。我們就拿2025年來看，2025年才剛去年嘛，那今年情況看起來更糟。可是去年對美國來講是好年了，美國在去年的時候，它的稅收啊比過去還多5點多啊，就5點多萬億，5兆多美元。5兆2350億美元，這麼的多。可是你知道去年它的政府的財政赤字是1兆7000多億美元了。也就是說我的收入這麼的多，結果我的開銷更大。對。那這是發生在去年，今年又有戰爭，那它的開銷更大了。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政府的稅收每一年，您剛剛講的要支出1兆多美元。那因此美國政府要怎麼減少它的利息的支出？它必須仰賴的是聯準會的降息，可是現在的聯準會已經說降息跟升息是各半了。過去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升息的聲音，只有聽過降跟什麼時候降，降多少。現在已經告訴你說，我不但可能不降了，而且還可能會升息。原因在哪裡？失業率在增大，通貨膨脹沒有減少。那對於美國的聯準會來講，經濟過熱，要怎麼去剎車？怎麼可能再降息？當然要升息。一旦升息，那美國政府負債的就更大了。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財政的缺口就會更大。那缺口更大來自於哪裡？醫療不能減，社會安全支出不能減，債務的利息不減反增，再加上軍費開始又擴大。你說美國政府有沒有可能到今年或者明年陷入危機？那你如果是大國，你要不要做避險？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